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妈。那想必各位呢最近在玩 PS99啊，那有遇到钓鱼的问题。那我们这期呢就是来教大家要怎么用 Python， 好吧？用 Python， 我们来做一个钓鱼的那个自动钓鱼的装置。那我们这已经有提供了 Python 脚本。那现在我开的是一个全新的 Windows， 那我们就从头教大家要怎么去用这个脚本。那这个脚本里面都是已经有一个国外的 YouTuber 写好的。那原本的影片呢，我会放在底下说明栏。那我就把他的影片的内容翻成中文，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然后教大家怎么安装。那他的安装的方式我也研究过，我早上花了2个小时在 debug。那他有遇到问题，有可能会有遇到路径，然后环境变数之类的类似的问题。那如果有遇到问题的话，可以加入 Discord 群组，然后询问我们一起 debug。那 debug 呢，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就只能慢慢来啦。debug 就没有捷径了。好，那我这里有一个教学网站，就是我早上花时间做的。这个就是我早上花时间做的。那这个网站呢，我等一下也会放在底下说明栏。那里面我还有附图片。那这期呢，就是用影片的方式跟大家讲解。那我们先到 Python 啊 ，Python 我一样会放在底下说明栏。我们到 Python 了之后呢，我们就先到 Download 这边，鼠标放上去之后会有跳出这个吧，我们就点这边 Python 3.12.1。好，那它安装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底下档案总管。那我现在用的是 Windows 10啊，那 Windows 11呢，其实也差不多。那如果 Windows 11的话，你想要开启 Windows 10的这个界面，那就是 Shift 加右键，然后它就开启这个界面了。好，那我们到我们的 Download， 然后 Python 打开。这一步很重要，这一步安装很重要。那下面呢，第一个是写 User Advanced， 就是指的是使用管理员的方式用来 install Python， 就是用管理员身份去安装 Python。那这个我们把它打开。下面呢，这个 add python.exe to patch 这个一样要打开，因为这个很重要。你不打开，你安装的话，到后面你要安装像是它的插件啊，因为它这个是用萤幕截取的方式，然后去判别说，你有没有点到，那它的颜色有没有改变。所以如果你想要用的话，你就一定要安装这个 PATH， 那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不安装的话，你可以手动设置，可是会变得很麻烦，就要去自己调什么环境变数啊之类的，所以很多人的安装失败都在这边。那我们勾了之后，我们就点这个 New， 就是让它自己建立一个新的路径。OK， 那它安装好之后，我们就点 Close， 就是把它取消掉，关闭。那我们安装好了之后，我们可以到我们的 Windows+R 打 CMD， 或者是你可以到你的搜寻栏这边打 CMD 命令提示源，就是这个东西。那我们把它打开，我们用一般的方式打开就好了。那你会看到前面这边写的是 C 码 C 槽，然后 User 使用者，然后这里是你的使用者名称。那因为我们要启动的是 Python 这个东西，那我们要启动的是这个档案。对，我们要把这个档案丢到这个地方，或者是你可能要用 CD 的方式到桌面，像是这里。那这边是桌面嘛？那我们要想办法从这里 CD， 然后到桌面。那我们到桌面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桌面的方式拿去启动它。那如果你不想要那么麻烦，我们可以如果你不想要以后开启都那么麻烦的话，那我们可以现在就先做那个。以后的措施，让自己变方便。那如果你想要省时间的话，想要让以后比较方便，就做这一次就好了。那如果你用 CMD， 然后一直这样输入 CD， 一直进入到你要的地方的路径，那会反而更耗时间。所以我们就直接打开我们的档案总管。那这边用的是英文版的，大家就对照着图片看。那我们就是点我们的 C 槽，因为我们的 CMD 是在 C 槽嘛。那我们这边看到一个 User。那在中文的话会写使用者，
那我们就把它点开，然后选自己的，这是 Windows Client 是我的这个机器的名字，我可以查给你看，就是忘记了那个对，好没关系，我们就到 Windows Client 这边点开，然后我靠这边有一些哩哩扣扣的嘛，那就把我们的 cn.py 丢进去。好，丢进去了之后呢，我们就一样 Windows 加 R cmd 进来了。那我们要确认我们 Python 有没有装嘛？那我们就点 py， 然后点 B， 不能打点 B， 那我们就直接点 Python。好，那它这边会写 3.1.1 嘛？那它就跳出这个视窗呢，我不知道怎么关掉，我觉得那有点麻烦，我直接 exit 关闭，然后直接开个新的 cmd， 这对我来讲会比较快一点。好，那我们回到 cmd 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来安装一些插件嘛。因为如果我们要直接开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就在 Windows Client 这个资料夹一样的路径，我们现在就在一样的路径，把它拉过来一点。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路径找到我们要的这个东西。那如果你的这个东西呢不在这个路径，就是像是说我今天呢把一个物品放在小明家好了，我把物品放在小明秋家，那我今天呢就跑去找 NIR 拿，那这样子理所当然的嘛，我会拿不到东西，因为东西在小明秋那边，所以这表示说我需要把小明秋放在小明秋的那个东西，因为我要找 NIR 拿，那我就把小明秋的东西放到 NIR 那边，那之后我去找 NIR 拿，我就拿得到了。那因为我去找谁拿，这是这个路径一样是固定的，我要走那条路，这是固定的，所以变成说我们需要把那个东西放到另外一个人那边，放到我要的路径上，那我就可以找到那个东西，就是以此类推，就是像这样子的。那我们回到这边呢之后，我们可以打 py， 然后点 cn， cn.py。那这边的 py 呢，指的是这个后面这个副档名，这是副档名 Python 的意思。那前面这个 cm 是档名，那前面的这个 Python， 这个 py 指的是用 Python 开启。那我们就是 Enter。好，那他这边会说呢，我们没有no mode 嘛 ，mode， 然后他找不到我们要的这个模组。那我们里面呢有一个 mode， 我开给各位看。我们打开我们这里，我们这边有一个 mode 叫做这个鬼东西，对，然后还有这个 mode， 我们这里要安装2个 mode。所以人家说我们现在找不到嘛，那我们就打开 pip， 然后 install py uto gi enter。那等它一下，它会开始跑进度条。那这边是还在安装，那安装需要一段时间。那我现在简单解释一下 pip 是什么。pip 呢，它是一个可以用来安装或者是什么。像是安装啊，然后做一些，它主要功能其实就安装啊，所以你们其实可以不用知道它的主要功能，它不是主要，就是可以不用去在意它其他功能，因为它主要就是来做安装插件的。那 PIP 这个东西它本身也是插件，所以那你们一开始安装的时候，我不是有说那2个勾要勾，一个是管理员，一个是 add 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可以自动建立环境变数的那个东西。那如果你没有去勾的话，你的 PIP 会失效。那 PIP 失效的话，你就没法做安装了。那我们再执行一次，它安装好了 PYC。好，那现在会缺少 PIL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这个就是 PIL。那它这个有时候有个 image 嘛，图片。那这个 PIL 呢，就是拿来抓图片的。那我们要怎么安装 PIL 呢？我们一样 PIP， 然后 install 是 PILOW。那一样安装，那为什么它这边叫 PILOW 呢？因为里面的 PIL 只是它里面的其中一个插件，所以我们要安装是它主体，就像是主资料夹跟子资料夹，你资料夹里面有个资料夹，那我一定要有外面的资料夹，我才有里面的资料夹。那这个 PIL 就是在里面的资料夹，所以我一定要有外面的资料夹，所以我就必须安装那个 psload。好，那安装好之后，我们再重启。我们再输入一次指令，然后看它可不可以运行。好，那它这边跳的框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版本是中文版的，那我们再拉另外一个英文版本的进来 ，fish 点 py， 那一样 py fish fish， 然后点 py。好，那你们这边看到 their colors not discard from
from 什么6 second， 就是6秒，就是他现在找不到游戏就颜色，就是已经6秒了，然后找不到颜色，然后后面就点击。那如果他侦测不到的话，那他就开始一直点击。那它这里的运作原理呢，就是当你的闲置就是侦测到我们目标颜色的时候的时间，那大于我们的规定的时间，它就会开始跳出这个拼印，就开始拼出这个讯息。好，那我们将安装完之后嘛，那各位一定想要看实体操作。那由于因为这种机器它没办法开，就是没办法开游戏。那我就拿我这里的游戏给各位示范去。那我们一样嘛 ，PT Simulator 99。那这边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我开档案给各位看一下，这样你们才知道这东西是一样。那我们就用中文版的开给各位看，一样编辑，对面东西都是一样的，有没有改过？那我们就等下开游戏。好，那我们游戏打开了，那我们 CMD 就在这边。跳过。好，那我们再到27区这个地方，那我们直接到钓鱼那边。好，那我们接到钓鱼的地方，那我们就把我们 CMD 打开，然后输入我们的 PY， 然后点 FPICN 点 PY。好，那它就开始侦测到目标颜色，然后点击一次。那它没侦测到点击一次的，这就是说，假如现在钓鱼嘛，我现在滑鼠已经离开了，我把手离开滑鼠，啊，它现在会自动点击。那它这边就开始自己跳了。那它会侦测右边的颜色条，然后把它缩小视窗。这时候它可能会失效，不过各位看一下它的运作模式。然后把它放过来一点点，看一下它可以缩多小，这样子，然后这里移过来一点点。OK， 那它这样子，它现在侦测不到，把它移过来一点点。然后就给它自己去匹配颜色。然后可以把 CMD 打开，然后就可以看他自己去跑。他现在帮我钓鱼，对不对？然后左边就开始在跑。他现在也是做到什么阶段了？那现在侦测到了嘛？他刚才侦测到颜色匹配，那颜色就突然消失了。那是因为我们开的是这个视窗，看它有匹配到，然后又消失了。那当我们把全荧幕打开，因为它有一个点，它的点就是抓它的 X 跟 Y， 它的 X 跟 Y 是固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全萤幕方式。那视窗全萤幕也可以啊。那它这个有几个，就是使用这个脚本呢，可能有几个规定，就是你的萤幕比例必须要是100%，就设定那边开给各位看好了。就是我先把它取消，好，那我们在设定那边选设定，好，设定打开之后，我们到我们的系统，然后有个显示器，那这边有那个吧解析度，那它的解析度跟比例有限制，它的比例呢就是100%，你调125的话，它会没办法侦测到。我可以调一次给各位看，现在125的状态，然后我启动，你看它直接爆掉，有它点了，我现在手没有动，我现在没有手动，我离开。然后看他自己怎么运作。哎，可以耶！我靠，哇，哈，125%可以。那应该是笔电的125%不行，因为昨天有人呢125%的笔电就有遇到这种问题，那不确定什么问题，那所以目前实测120可以。不过我目前建议还是使用100%，
那笔电的话，你125%应该是不行，有的不行。所以我非常建议各位调成100%，然后解析度呢就是1920×1080跟2560×1440，2K 跟1080P。那目前只有这2个可以用，因为不知道这个脚本的也就目前只有提供这2个解析度的那个 X 跟 Y。那它这个 X 跟 Y 呢，都是自己去做判定，就是看一下你自己的萤幕解析度，然后还有比例。那如果你比例抓不到比例的话，那就刮兜，对，没办法。那大概是这样子吧，就是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要怎么去使用 Python。那使用我们这种非外挂的方式，那去挂机。那因为它是有改过嘛，那如果是在更早以前使用一些脚本去挂的话，那个效率不高。那现在改成这种用点击式点到100%的时候，它就会给你一条鱼，一条随机物品。那这种方式呢，可以让我们用脚本挂机。像你晚上啊不想挂钻石，不想挂钱，那就可以去钓鱼，算蛮实用的，对，蛮实用的。好，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那想要看到更多奇奇怪怪的不知道什么鬼的阿里不达，那都可以订阅我，然后可以帮我点个喜欢。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最新影片的通知，那可以帮我点个小铃铛。那如果想要跟我一起哈拉的话，可以加入底下的群组。底下的群组呢，我时不时会在底下里面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知道？可能会在里面讲干话，然后在 Discord 语音里面。那目前呢，我群组已经从 Roblox 外挂群组，现在已经转变成正式群组了。所以那个群组现在已经不是外挂群组，已经改成主群组，那名称也改了。不过里面的区域是还没废掉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谈论更多奇奇怪怪的议题啊，那想要做什么宠物美799的脚本要怎么做，要怎么用，那都可以在底下里面来做询问。好，那我是天妈，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了，各位，拜拜。